非常有穿透力。我瞄准了他。注意在这个里面他的这个表现，他是中国最年轻且最恐怖的重炮手，又被拳迷粉丝誉为是催泪大师爆肝专家。所打出的每一次重击都能精准命中对手的肋骨，从而达到一招制敌，快速秒杀对手。世界冠军也好，世界排名前3也罢，只要在擂台上遇见中国最恐怖的重炮手，通通都逃脱不了被他重拳爆肝的命运。甚至连波球看了他的比赛都惊呼他是天降奇才。此人便是来自河南周口的魏宁辉。刚从泰国回国的魏宁辉一点也没闲着，当天晚上就遭到了2位世界冠军的点名挑战。第一位是来自波兰的世界拳王托马兹，他的出现让魏宁辉有了一个邪恶的想法，只要能将其击败，那么魏宁辉便可轻松打开中国的搏击市场，根本不需要时间来适应，直接就可以在中国擂台扬名立万。不过托马兹可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光冠军金腰带都能摆放半个擂台，足以证明托马兹这家伙绝对不是什么善茬。前几天我也看了我的对手的比赛视频，他的金腰带挂了半个擂台，差不多有14条。这次的对手跟我打法差不多，就是拼打型的，拳重腿重的那种。我在下面训练就是硬，教练也跟我说，碰到这样的对手就要硬对硬，逼着他打，不能退。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魏宁辉的精彩表现。白色短裤是中国勇士魏宁辉，蓝白色短裤是波兰老将托马兹。中段的扫击还颜色。魏宁辉是曾经在3亚战当中的 KO 了搏击鬼才丹尼斯，在他上场比赛是惜败给了可以说是神级的世界级泰拳鬼才级大师勒德斯拉。魏宁辉的中段扫击非常的重，而且魏宁辉呢非常的重，而且魏宁辉的中近距离的拳连接性呢非常的强。非常有穿。短短40秒钟，魏宁辉便轻松将其秒杀，终结 KO， 鼎鼎大名的波兰世界冠军倒了下去。这一幕吓坏了在场的所有拳迷粉丝和裁判组，根本不相信一个刚从泰国训练回国的搏击小将，竟然能在擂台上释放出如此庞大的爆发力。魏宁辉，中国小胖魏宁辉重回胜利之路，但是更大的日本的 K1 的冠军，传奇冠军磨砂豆的把式非常出色，非常具有。获得胜利的魏宁辉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接下来他需要面对的是来自加拿大的世界冠军，他叫布瑞克丹尼斯。这家伙与魏宁辉一样都是拼打型选手，真要是打起架来，丹尼斯可不管对手是处于什么精神状态，他每一次都是玩命的往死里打。这家伙的比赛通常就只有一个人可以走下擂台，要么他被打飞，要么就是他打飞他的对手。穿了个蓝色袜子的是加拿大世界冠军丹尼斯，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勇士魏宁辉。还别说他们这些世界冠军就会找软柿子呢，看到魏宁辉刚回国还未完全适应国内的比赛节奏，他们就直接找到了魏宁辉。谁料魏宁辉的重拳也不是吃素的，打得很惨烈，可以说爆发力强，而且手法自如。他非常灵活，他会打出很多不同的动作，但力量都非常大。他不仅能打站立，关键他还能打地面，还能打 MMA 的比赛，这技术非常全面。今天的这个比赛是泰拳比赛，跟前面没比不同，非常一个简单。我们可以欣赏一下这个泰拳。你看，这个詹尼斯这个摆拳的力量这不高，直接就被打晃了。对，哟，你看他的左右摆拳，哟呵。丹尼斯不仅在加拿大擂台有名气，在整个国际擂台都有很大的市场和人气。因为打法特殊，所以被拳迷粉丝誉为是搏击鬼才。他的出现再次让魏宁辉看到了曙光。真要是再次把眼前这位世界冠军击败，那么魏宁辉将会彻底在中国擂台打出名气，且不需要任何的时间来适应国内的打拳环境。其实贴身以后，别人马上变这个心机也很强。但两人同时但两个拳都很重，所以这个比赛很有可能有被 KO 的。丹尼斯现在这小伙子魏宁辉在各个方面都比不上丹尼斯。当下的魏宁辉年龄还很小，然而丹尼斯却是处于巅峰能打时期，拥有丰富的比赛经验和作战经验。对比之下，魏宁辉就只有从小练习的传统武术根基，还有在泰国训练的泰拳招式。综合来说，丹尼斯完全可以碾压魏宁辉，甚至连给魏宁辉喘息的机会都不给。力量非常大，是这个。塞利斯·布瑞克是我个人说现场看到的速度让我感觉到惊讶的这一名选手，漂亮反击，但他唯一所欠缺的是缺乏一个连击，这是一个所欠缺的。再一个，他虽然有这个拳格的，非常漂亮，这红翻打人，一个巴西战武士的
腿法，他敢，因为他非常放松，所有招式都敢出。他说他认为他这场比赛，他认为我能赢，他敢出这个动作。在第一回合啊，他敢这样表现自己，你看啊。哦，丹尼斯刚才就来了一拳。丹尼斯小瞧魏宁辉，便是他输比赛的开始。别看魏宁辉年龄小，真要是打起架来，魏宁辉可是认真的。面对丹尼斯的火力全开，魏宁辉一点都不怂，拿着拳头就开始往上打。但扛住也挺困难的，拳太重。魏宁辉虽然是年轻啊，但是呢，他的大赛经验其实要比丹尼斯布瑞克要丰富。比赛结束，魏宁辉从这个加拿大丹尼斯的第2回合的比赛。这3局比赛都应该是非常激烈的这个对攻。对，因为这2个进攻型的选手没有办法有一个人退出。第2回合开始了，丹尼斯固然很强，但魏宁辉也不弱。难道他们真以为魏宁辉是一个刚回国的小学生吗？魏宁辉在泰国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回国为国争光，专门盯着那些来滑踢馆的外国冠军打。结果刚到境内就遭到了2位世界冠军的点名挑战。第1位世界冠军已经被魏宁辉斩于马下，接下来就是眼前这位比较棘手的魏宁辉。这个场裁判毛俊告诉对方，就是你搂抱，你要有动作，不能搂抱没有动作的是不行的。漂亮的击服，魏宁辉。这场比赛真的太精彩了。第2局魏宁辉也放开了。对，教练让魏宁辉可以继续击。魏宁辉今天状态不错。对，尤其他的第2回合比他第1回合打的。对，这个好的原因看被誉为爆肝专家、催泪大师的魏宁辉，终于开始了他的表演。肋骨受伤的丹尼斯很是痛苦不堪，根本想不到魏宁辉竟然这么厉害。不从没有做到自己的这个重量就腹部这个地方，可以继续击，继续打对方的肋部。对。但是丹尼斯哇，这个抗击打能力太强了，这叫做腹部。魏宁辉的重拳看似平平无奇，没有伤害，真要是打在了对手肋骨上面，丹尼斯绝对会疼得要命。重新站起来之后依然很自信，看来他对魏宁辉的恐怖是一无所知。这就是继续往杆部进攻，继续打，漂亮。因为丹尼斯过于在今天比赛里面，他的这个表现，魏宁辉打太好了。非常漂亮，3-4场比赛结束了，TKO 对手，实在太好了，这个大翻盘，太精彩了，魏宁辉，太精彩了，魏宁辉赢了。面对2位世界冠军的点名挑战，他轻轻松松将其斩杀，击败世界冠军就跟喝杯水一样简单。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魏宁辉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看这个击负动作是不是？左右的击负动作，就是这一拳。他觉得受不了了，连续的4个击负动作，